当你被身边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欺骗、背叛，就会变成恐惧。恐惧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因恐惧而引起的憎恨。憎恨的结果，总有一方或双方都会得到咎有应得的死亡或祸根。 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。 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。 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别后悔，就算错过，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？因为成长。 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早。 好，今天有什么新闻 ？AAC 银行传汇与一家海外银行合并，金融股会波动。石油输出国局国单碳可能破局，导致油价下跌。啊，西部海岸有一个男人的骨头被打捞上岸。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要去那边跳海是吗？啊？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个星期谁的业绩最差，害客户亏损。 害我们公司没有佣金，害其他客户质疑我们的投资眼光，就是你！哎呀！不要手下留情，不要可怜我！怎么？你们听不懂他说什么？ 听不到，大声一点！不要手下留情，不要可怜我！来，不要手下留情，不要可怜我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！不要手下留情！再来！我下次不会再投资失误，不会再害公司，不会再害客户，不会再害你们了。 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！我下次不会再投资失误，不会再害你们了。杨立威也太过分了，没人性。是老板又怎样？我们也有尊严啊。对啊，每个星期都要找一个业绩最差的来改造，根本就是变态。我们迟早去人力部告他啊！你们一个 Harvard， 一个 Cambridge， 一个 Oxford， 不像我，只是 JC 毕业。 为什么要受一个连大学都没毕业的人的气？大不了不干喽。不干？你花红多少？8个月。听说你刚换新车哦。是买新房子。你们看，我大学毕业的朋友们降薪求职，到现在都还找不到工作。
这点水算得了什么？那你们都肯干了，我凭什么不干？以后叫你买什么就跟着买好了，不要再假厉害了。我实在想不通，为什么他每次出手投资都会比我们更准？不是投资，是预知。他像神一样，一出手就神准，买什么中什么。 No， 他不是神，是鬼。像他这种人啊，只有魔鬼才会帮他。对，以前的我也跟你们这些可怜虫一样，用一样可悲的方式，努力的在过活。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股票经纪，因为不想看到客户为了投机在股票市场被烧到手，常好意阻止客户进场，结果下场往往是……对不起，这我没想到，真的，哎。祥威，你不是说你分析得很仔细，很有信心这个 VP 股会洗的吗？你看现在掉到这个样子，你分什么析啊？跟你讲，你这个月底还不把业绩给做出来的话，我就炒你鱿鱼，听懂了吗？没眼看。有时候不是你努力了，老天就会给你一条活路。钱不是万能，但没钱万万不能。我妈进出医院已经2年了，因为我妈的病，我在医院认识了当护士的静怡。我们的小宝宝很快就要来报到了，为了我们一家，我一定会努力奋斗的。请问是杨先生吗？你母亲突然心脏病发，医生正在抢救中，请你马上来医院。我在1天内失去了母亲、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。对不起，老公，我下辈子再为你生一个宝宝。我犯了什么错？如果是老天要惩罚我，为什么要夺走3条无辜的人命？这就叫命吗？当衰运找上你的时候，他只会一步又一步的把你逼上绝路。死有用吗？你是想以死还债，还是想去见你死去的亲人？死了，就一定能够见到死去的人。好好的活路你不走，却偏偏选择死路。你是谁？一个路人，路过的有缘人。既然你那么想死，不如把你的命卖给我。你的问题就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我的问题了。我为什么要卖给你？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吗？能。怎么解决？一切痛苦真的会这样结束吗？为什么要我用这样的方式死去？死亡还要多久才降临？啊，不行了，放我出去，我不玩了啊！陈师傅，陈师傅，我不玩了！出死入生，杨祥伟已经死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人生。
杨先生，你的改名手续已经准备好了，请你这里签个名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陈师傅要我与杨丽薇这个名字产生紧密的互动。我发现不只是我在改变，而是我的运气也在改变，而且越变越好。只要陈师傅推荐的股票都能让我轻松赚一大笔，究竟是我改运成功，还是那神机妙算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自从有了陈师傅的加持，加上我的自信和判断，在短短2年内，我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。我一直以为自己被老天眷顾着，但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天是不会白白给你那么多好处的，他给了你什么，就会要回什么，甚至要的更多。假如女人的聪明会吓跑男人，那只能说明她不够聪明。大小事务都要自己决定的女人，最后出了问题，也只能自己担当。一个人独自哭泣，却对着所有的人摆出自信的笑脸。姐妹们，就算你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男女欢愉，擅长股票、足球，但是面对男人的时候，也要明白，像母亲一样的宽容，像女孩一样的依赖，这才是女人的大智慧。是聪明女人的最高境界。黎太太，我怀疑我的丈夫出轨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你找人查过了吗？没有，可是我知道他有别的女人，真的有。没事的，在你还没有你丈夫出轨的证据前，千万不要疑神疑鬼。Think positive。负面的思考既不能解决问题，也会带给我们身心负面的影响。如果真的确认了呢？有什么问题，这里的姐妹们都会支持你的。Think positive， 心里想着丈夫有外遇，只会引来更多的女人。你一定要告诉自己，这个男人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别的女人。你要相信自己，相信你的婚姻，相信你值得幸福。保养的再好，也保不住失去的青春。你不觉得你的演讲太假了吗？什么 think positive， 那只是在教那些年华老去的女人自己骗自己。现实和理想是有差的，难道你不应该教他们面对现实？说的不对吗？你是谁？我。你回去问你老公吧。我们昨晚玩得可真累。Think positive。你要相信自己，相信你的婚姻，相信你值得幸福。再过几天，你生日那一夜，午夜钟声一响，恐怕就会有厄运降临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人算不如天算，那能不能再做点什么呀？
就这样等死？抓住最后机会，全力投资地产股。把客户户口里所有的资金都投资在这新股，我觉得太冒险了吧？是的，就算客户对我们完全信任，这么做万一出了事被追究，是绝对犯法的。内幕也没有100%的准确度，市场的波动是难以预测的。全数资金压下去，不是投资是赌博。这么大的决定，至少要自卫客户一生吧？是啊，没出息。你们一个两个来这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不是要开新公司吗？你不是要换车吗？你不是要买洋房吗？你不是要存钱娶老婆吗？啊？难道你们要一辈子替人打工？一点远见也没有。客户把钱交给我们就是要赚钱，只要我们帮他赚钱，他们有什么好投诉的？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他们只会谢谢我们。全给我听好，我要的是绝对服从。有谁不同意，马上离开。我绝不会阻止任何人活得像一条狗。没想到，当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遇上像静怡那样让我动心的女人时，她却出现了。我们像是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只要一见面，心里总是暖暖的，每一天都是好心情。嫁给我，好吗？为什么突然求婚？因为我想承诺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是有忘不了的人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我已经买下这家酒廊，以后你就是这里名正言顺的老板娘。你说过，既然忘不了，那就牢牢记住。我们都是曾经失去挚爱的人。我以为这世上不会有人理解我的心情，但是当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和你一起听这首歌，那种熟悉，是很微妙的感觉。那时候你说，不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就一定能幸福，但是如果连努力的勇气都没有，就太可悲了。我希望能和你为我们将来的幸福一起努力，你愿意吗？醒过来的时候，孤单在执着，解开残忍的梦，心中才会隐隐浮现彩虹。别说你从离开我的时候，眼角的空洞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？不知道，这么突然。那你慢慢想吧。我们下个礼拜先上游轮庆祝我的生日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们的婚礼也可以上游轮举行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孤单在执着，解开残忍的梦，心中才会隐隐浮现彩虹。别说你痛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
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电话？你到底还要忍多久啊？他在外面已经不止一个女人了。我听说他去找何律师，要办离婚手续。你懂我在说什么吗？你不要再装鸵鸟了，好不好？别再说了。我相信他不会那么绝情，让我们的婚姻走上绝路。为了这样的人，值得吗？越是执着，就越痛苦。执念已经把我卷入无尽的泥沼漩涡之中，越是挣扎，就陷得越深。这条绝望的路，我要怎么再走下去？明明是大家羡慕的金丝雀，可就没人理你。这笼子还要锁着你多久？我真的很累，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？身为妇女协会主席，要忍受丈夫的不忠，还要在大家的面前扮恩爱，连内心的痛苦都不能表露出来。放下这段感情，你愿意吗？为了孩子，为了社会的舆论，我不能让这个家散，我不能让那些女人得逞。我要保住这个婚姻，不惜任何代价。难道要等到我们之间其中一个人死了，才是完美的解脱吗？死亡不是结束痛苦的办法。Think positive 就能吗？真的吗？我每天都跟自己那么说，可是我还是看不到我的未来。能多开一些药给我吗？药物有一定的副作用，不能过量服食。吃多了会死吗？思婷，不要太消极。我明白的。能多开1个月的药给我吗？我接下来会很忙，没有时间复诊。
已经持续狂泻3天的股市仍然属于不明朗状况。怎么会这样？分析师认为，这一波股市狂泻将会持续吗？而其中受到最严重波及的，要数地产股。我第二的房子，我的银行贷款350万，完了，我什么都完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的生日都还没过，怎么可能会有失误呢？拜托你听电话，陈师傅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一群公子，王八蛋！怎么了？公司的职员无法无天。还有高利贷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来骚扰你啊？哎，你能先借我点钱吗？我先把那些利息给还了。还有酒廊，我们先点出去好不好？我这次真的借很多钱，我真不知道。你要出国？你要去哪？不关你的事。我们都要结婚了，怎么不关我的事？结婚？我可不想跟你一样被打入穷籍。艾琳，等我找到陈师傅，等我的问题解决之后，我一定可以翻身的，相信我。你怎么还是听不明白？你走吧。我不是那种可以跟你同甘共苦的女人。你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我认识的艾琳不是这样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你真的认识我吗？我们之间只是金钱的游戏，你赌的是感情，我要的是金钱。你已经没筹码了，认输吧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孤单在执着，解开贪婪的梦，心中才会应浮现彩虹。别说你痛，离开我的时候，眼角的空洞，我终于明白，爱在换季后才能释放自由。
你教那些女人们接受事实的方法。把自己的男人让给别的女人，是你满足不了他，还是你根本没办法让他对你有兴趣？你闭嘴！被我说中了。其实你也不必那么激动，你做不到的就让我来做啊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你在这个家还有什么用呢？你这个贱人！如果我是你，做老婆做到这样，不如死了算了。不过你一定不敢吧？跟那么多女人分享一个老公，你都能忍，你有什么是不能忍的？我要是你，干脆死了算了。我听说他去找何律师，要办离婚手续。走后，世界就像关上了灯，亮着的回忆仿佛醒着。我已经不再哭泣，但整个人失去了体温。我在忙碌时会出神，会想到那些浪漫时分。微笑的我们，无谓的争论，陈师傅说过，我的生日还没过，我一定可以翻身的。陈师傅，阿琛，谁？就是杨立威？不是。你在杨立威的身边有一段日子了，你真的对他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吗？这个世上没有谁是不可以被取代的。陈师傅有让你亏损过吗？我相信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公司好。
这世上能让我心动的，就只有你，陈顺天。在那短短的时间里，我突然有感受到，在一天失去3个至亲的痛，而这一次更痛，因为我只是一个彻底被愚弄的角色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艾琳说的对，我输了。只有输了真感情的人，才是这场游戏的大输家。我输得一败涂地，一无所有。然而，当你已经输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就不再害怕失去，因为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。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如果一定要有个人消失，那个人绝对不是我。一直反复不下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。命运似乎又跟我开了个玩笑，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这是偶然，还是天意？不知道为什么，面对眼前这个陌生人，我竟有种莫名的熟悉。也许是酒精作祟，我竟然把自己的事全告诉了他。一无所有，被未婚妻抛弃，还伤了人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没错，没有回头路，只有未来的路。未来，我还有未来吗？只要活着就有明天，就有未来。我刚刚还担心你真的会掉下去，哼，我有巨血症，可救不了你哦。如果要自杀，我一定不会跳海。哦，我是合格的游泳教练。要淹死自己，会死得很辛苦。那我掉进水，就只能指望你了。刚刚还是要谢谢你。现在所有的人都把我当过街老鼠，只有你这位陌生人愿意关心我。陌生人。你好，我叫李瑞明，杨立威。对了，你上来吹海风，难道你也有心烦的事啊？比起你啊，我也好不了多少。你也被市场拖累，输股票。钱算什么呢？啊！如果让你选，你要钱，还是要未婚妻回到身边？当然是感情比钱重要，但是感情不如钱靠得住。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感情没了，怎么赚也赚不回来了。穿上吧，谢谢。这个叫李瑞明的人，原来是一个富豪，虽然家财万贯，但是内心却很空虚。当年我和我太太一起努力，白手起家，现在孩子都长大了，
但是你家人的感情却越来越疏远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可能是因为我太在乎工作了吧，忘了关心家人。结果，他有了别的男人。让我更痛心的是，有一次，他竟然在我食物里下药。你太太想毒死你，医生说那是慢性毒药。为了别的男人，竟然要杀我！你不用担心，啊，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我们一见如故，等船开完之后，我会帮你请最好的律师，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就当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真的。我这样随便说说吗？那你呢？我的问题，不是钱能解决的，难呐。我以为我的人生已经走到了绝路，没想到又再一次遇到了贵人。原来我的好运还没走完，可是这是真的吗？眼前这个人会不会又是另一个陈顺天呢？他真的是来救我的吗？就在我以为自己好运又回来的时候，老天又再一次愚弄我。在我生日刚过完的下一秒，我命中注定的厄运还是降临了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。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